你是不是常听到隔夜茶不能喝，会致癌？对啊，我常听到是隔夜茶不能喝，有毒。可是呢，我都这样喝。拍摄这一集的是有一个缘由啦，就是说其实有朋友常常问我说隔夜茶要怎么处理，也有在网络上询问我们的也有，所以我答应这些朋友说我们要拍一集有关于隔夜茶来解答，对，来解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有关于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好像是刻在我们 DNA 里面的生活常识，能喝不能喝都有人在讲。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是不是科学的事实，还是以讹传讹的迷思？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一一说明。Go， 两人一壶茶，聊遍茶天下。大家好，我是泰。大家好，我是小静。我们这一集要用科学跟理性的角度来聊聊隔夜茶。影片中提到的相关研究资料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给大家做参考。这一集影片会稍长一些，但是呢，一样干货满满，超级赞的内容。对，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要看到最后哦。为什么不能喝的声量这么大？我们来聊聊隔夜茶为什么不能喝。小静，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喝？我来先喝茶。我是听到很多人会害怕说细菌滋生啊，或者是那个茶泡到隔夜之后喝了胃会痛。答对了其中的2点，那我们其实有把它细分成为3点，那一一跟大家解释。这3点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隔夜茶容易产生细菌滋生，对不对？就你刚刚说的。再来是隔夜茶营养流失，风味就是喝起来那个口感风味劣化会很快，就是变调会很快。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说你也说喝了会胃痛，那为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按照这3个理由一一跟大家解释。OK， Go。理由1，隔夜茶容易产生细菌滋生。大家都知道那个茶叶是富含营养，冲泡后长时间放在空气之中，确实会产生细菌跟微生物的温床，它就会在上面产生变化。尤其最重要的是，台湾地区是潮湿，夏天的时候会潮湿，而且高热高温，这样的环境下容易细菌滋生。理由2，隔夜茶营养流失，还有风味劣化快。隔夜茶的茶多酚、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会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而氧化，这会导致什么？导致茶汤颜色变深、变浑浊，香气消失，而且接下来会产生不好的这种闷沉跟闷味。理由3，长久浸泡的隔夜茶会释出较多的单宁酸，刺激肠胃。对，单宁酸又称鞣酸，那英文叫做 tannic acid。那因为茶水中含有咖啡因跟多酚类物质，而单宁酸它属于多酚类物质里面的其中一种含量。那单宁酸的释出量会随着我们冲茶叶的浸泡时间，会逐渐的上升，尤其在冲泡超过10分钟以后，它的释出量会达到一个高峰。我朋友问说，他喝了酒精的隔夜茶后胃会痛，这是为什么？你说浸泡很久，不是用酒精浸，对不对？OK， 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单宁酸嘛，过量的单宁酸，尤其刚刚提说10分钟以后，它那个单宁酸释出是到最高峰。对。那隔夜超过10分钟，那过量的单宁酸会与胃壁的蛋白质结合，那会造成肠胃的刺激。这也就是坊间大家在讲的啦。浓茶香味或茶汤很锋利，那台语叫就来的说法的由来。所以呢，我们一般大家说这种隔夜茶不能喝的说法，最主要的关键点是在于单宁酸。特别呢是对于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差，本来天生会跟消化系统对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单宁酸很容易引发这个肠胃不适。好，现在来到实际的操作面啦。第一个，我们来讲如何存放隔夜茶。这个我最会了。哎呀，隔夜茶达人来了。我有2个方式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你把茶汤冲出来之后呢，把它放到干净的容器里面，把它盖上，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冰。还有就是你可以茶汤冲出来之后呢，放到保温瓶里面去保温，隔天就有热热的茶可以喝了。第2点就是茶叶跟茶水一起加热水放在保温瓶里面去焖，然后隔天就可以喝了。对，然后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说某些
茶种它不是适宜于保温壶的浸泡，对，比如像是新鲜的台湾高山茶就比较不合适，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我们来聊聊如何确定存放的隔夜茶能安全饮用吧。隔夜茶达人，无论哪一种保存隔夜茶的方式哦，都要记住这3个黄金的法则。第一个，1看，2闻，3判断。1看汤色，是不是变得异常的浑浊、深暗色，或者是表面上出现一层膜？如果是的话，请果断的倒掉。顺道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红茶在冷藏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做冷后浑。所以这个部分呢要谨慎判断。2闻茶汤的气味，闻起来是不是还有茶香呢？如果已经酸掉了，已经馊掉了，茶汤有任何异味，不要喝喽，千万不要喝哦。第3点，判断茶汤存放的条件与时间。最佳的情况是呢，茶叶跟茶水都已经分开储存于干净的容器，然后就是茶叶已经滤出了，而且加盖、密封、冷藏。这个部分呢，我们建议大家在24小时内饮用完毕。保温壶中无论有没有茶叶的茶水呢，建议大家保温壶在8小时内饮用完毕，这是最佳情况。刚跟大家聊的这些相关资料，是由台湾中兴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还有台湾农业部茶叶改良厂的台湾茶研究汇报，还有台湾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以及北医大营养室所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那我们帮大家稍微整理了，归纳出茶叶冲泡释出最关键的内含物质叫做什么？单宁酸对人体的影响，都是很专业的资料啊。对，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会放在影片的说明栏上，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这些连结去阅读。总结给大家。很多人喝了隔夜茶感到身体或胃的不适，就是下面3个理由。1，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造成茶汤跟茶叶的细菌滋生。2，浸泡的时候茶汤跟茶叶变质。3，隔夜喝到这个浸泡过久的茶，然后单宁酸释出过多，身体不适。再来我们聊聊勉强可以的状况。冲泡过的茶叶呢，茶汤已经倒出来了，放在冷气房或者是居家的凉爽环境，那放置不要超过8个小时。比如说我喝了3、4冲或4、5冲之后，我要赶着上班，我先出门，或者说去买个东西再回来冲泡。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开放式的住家，比如说泡茶的茶桌旁边是厨房，或者是有养宠物，猫毛、狗毛、猫砂，对，这些都有产生味道的部分，甚至家附近有施工，对，这些都不适于此条件，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部分。最后一点是绝对禁止，我们在炎热夏天的时候呢，或许大家泡茶的时候不一定会有开冷气了，那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比较闷热的状况下，那茶汤呢，像这个茶汤，它就是敞开着放置数个小时，或是呢，茶叶里面还酒浸泡着这个水，浸泡着非常久的状况下，它有可能发生什么？会发馊或者是发酸。前提是因为天气很炎热。对，或者环境是闷热没有通风的状况下，当在这个状况下，我会建议大家就不要喝。No， 隔夜茶本身不毒，毒的是不当的保存方式。一杯敞开放置而且变质变味的隔夜茶，那就要大家果断的放弃。如果这支影片破解了你常年的迷思，请务必按赞分享给你的爱茶朋友们。再来呢，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订阅。对，下一集见喽，大家再见。